注意看，囂張無禮的黑人選手發布會上推搡中方選手，中國小伙沒有猶豫，直接當場反擊。雖說裁判還是阻止了雙方，但這個黑人選手還是踢向了中國選手，甚至是做出了抹脖子的動作，挑釁意味十足。那麼這一場比賽就是來自馬達加斯加的姆巴佩大戰我們的孤狼王卓。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這一場比賽沒有錯，中馬對局啊。這麼說合理一點，您現在看到的就是來自馬達加斯加的姆巴佩。那麼姆巴佩也是在賽前做出了十分囂张的挑衅，而且表示自己可以在2回合之內 KO 掉我们的中国選手王卓。雖然說我沒有聽說過這個家伙的戰績啊。OK， 您現在看到這個身披5星紅旗的年輕小伙啊，身材也是非常的不錯，沒有錯，他就是我們的中國選手孤狼王卓，非常年輕啊，而且是十分的靈動。被稱之為快拳殺手。這一次面對姆巴佩呢，孤狼王卓其實在賽前已經表現得相當克制了啊。在听說姆巴佩說要在2回合之內幹掉自己的時候，也是氣笑了。他表示一定要讓姆巴佩好好見識自己的實力。那麼讓我們閒言少敘，第1回合比賽正式開始。紅方選手孤狼王卓，藍方選手姆巴佩。一局，從身高上面來看，王卓是有個比較大的一個優勢的啊。当然，王卓的更多的一个比赛经历也是在散打上面。这个重拳好像很有效果，还没来得及介绍啊，姆巴佩，马达加斯加选手，他是一位这个泰拳系的选手，他的进入比赛的状态是比较慢的，所以说王卓也是抓准这个机会，用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用自己重拳重击，想要在第1回合在对方身上拿到更多的便宜。其實，在稱重儀式上來說的話，姆巴佩還是很具有這個表現力啊，然後對這個王卓推推搡搡的。但是王卓今天，對吧？咱們話不多說，擂台上見。對，其實，在對於選手來說的話，減重也是非常關鍵的一課啊。像這個王卓的話，平時在75公斤級，但是比賽當天的話，稱重是72公斤。有的多少不等，有這個幾公斤到5公斤的一個減免的一個情況，所以對選手來說是非常大的考驗。那麼一場自由搏擊的賽制啊，可以看到我們的孤狼王卓也是出手比較兇的。八角籠中，這個活動範圍其實不是很大，盡可能的將這個姆巴佩逼至內圍，打法還是非常熟練的這麼一種打法。看一下姆巴佩什麼情況？感覺是一味的防守啊，然後對對方的一個肩部啊、下劈腿進行這個沉重打擊的話，很有可能就是應聲倒地的。兩下進攻之後再來一個膝撞，前手擺，後手直，勾拳，有一點效果，蹬腿，對方接腿的話沒有更多的動作進行這個配合。剛才這一下還是非常有效的、明顯的進攻優勢。姆巴佩應該是拳法上面跟王卓比起來還是有點差距。對，他這個出拳的精準度和力度明顯跟王卓比起來好像還是有蠻大的差距的啊。王卓要利用好這一點兒啊，同時這個要當心對方的一個掃腿的，練泰拳的掃腿都不輕。蹬腿沒有任何效果啊，沒有距離，打不出來。好的，鏖戰了一會兒之後，王卓啊還是傾向於打先手的。姆巴佩的後手其實打得比較爛，每次被王卓有效擊打之後啊，基本是沒有什麼回攻。勾拳擊腹，然後再來擺拳擊頭。最後的10秒鐘，鞭腿擊中對方的一個肋部位置，對方也是換架，後手直拳2下都有命中，壓哨打中對方的頭部，這都是非常清晰可見的有效擊打。第1回合，王卓的優勢沒什麼可質疑的啊，肯定是非常大的。OK， 第1回合比賽正式結束，讓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選手的精彩回放。第2回合馬上開始。因為對方的話近身應該是能夠有一點東西藏着的啊，所以說不要着急，就是控制距離，擊下打上擊腹打頭，非常不錯的效果，跟剛才貫徹的一個效果是一樣的。哎，金腿後手迎擊，再加上掃腿，氣勢上面已經拉滿。對方說，雖然我倒下，但是我氣勢不能輸，一個鯉魚打挺站起來了。王卓後手重拳，再來鞭腿，
效果都是非常不錯的啊。现在就在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将对方击倒了。后手摆刚好命中耳根，再击打腹部，对方的防守有点被打穿了，但是这一轮进攻好像要作罢吗？对方有点扛不住了，还有没有可以继續進攻的機會？西壯1-2，再來一次。低掃。好的，直接一記低掃，看一下連續的腿部進攻。姆巴佩，哦呦，什麼情況？這個情況，對方是主動倒下了。這一腳是踢到肝部了是嗎？好的，來看一下還能不能再站起來。好的，姆巴佩雖然說站起來了，但是我感覺他的狀態已經很一般了。他這邊的裁判自己的一個教練團隊啊，也在跟姆巴佩進行商量，是否要拋白毛巾，自己示意還是可以。後手拳還有沒有低掃？王卓的打擊的點位還是非常多啊，頻率非常的漂亮，擊服西壯再來，這個位置對方已經有點扛不住了，可能要2次5秒了，對方的防守已經完全被打斷，但是他還是很堅強，運用摟抱把這一輪的攻勢給緩解下來。但是王卓會放過你嗎？我感覺王卓還可以繼續進攻，再來後手直拳命中腹部，再來，這個重拳都是非常有力的打擊到對方的頭部和腹部的。好，再來中掃，變先貼，王卓在尋找很好的進攻角度，對方已經完全被打虛了。姆巴佩雖然說對手的狀態比較虛啊，但是目前來看的話，王卓的進攻也出現了一些乏力。第二回合雙方選手的體能下滑還是比較快的啊。對方的出拳的動作 OK， 讓我們繼續看一下。哎呦，什麼情況？繼續挑釁，雙方選手這個狀態啊都不服。喜歡去表現自己的選手，為我們的比賽增加了不同的氣氛。當然，我們現場的氣氛更加熱烈，對不對？讓我們給王卓加油！轉身後擺腿，王卓壓制到對方，貼近圍籠邊，頂着對方打，這個位置很好輸出。對方的防守幾乎等於沒有，報價已經拿低了，體能已經有點頂不住了。但這回我感覺時間已經不多了呀。再來西壯，很漂亮。最後的10秒鐘。好，王卓選擇了放過對方，第二回合沒能夠將對方。好的，第二回合比賽正式結束。第二回合還是有一些進展的。但是，沒有出現 KO， 其實是讓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好，讓我們來看一下第3回合。掃踢、低掃，連續的低砍腿、擊服，想要箍緊西壯，但是對方抽開身體，後手重拳有所命中，還想繼續跟進，再來一個擺拳，對方也在不停的後撤，也在防守着王卓的重拳，想用正蹬腿把王卓給踢開，已經打得有點慌了。下潛的後手直拳擊服，對方的迎擊拳也是打過來，但是距離不夠，再來前手擺拳已經開始亂了。姆巴佩，哎，漂亮，這個中段掃踢是有效果的。再來一次，還有沒有繼續跟進的重拳？剛才的擺拳擊服、後手直拳擊服都很有效果。哎，箍緊西壯。比賽裡邊的西是只允許1次啊，不能夠持續連吸。王卓又降緩了自己節奏，直接朝對方頭去了，轉身後蹬。雙方現在的體能幾乎都是消耗殆盡了，就看誰能咬牙堅持到最後。王卓的話，現在也是想跟姆巴佩拉開一定的距離。這個時候對拼其實意義來說不大，主要是雙方也確實沒有體能去對拼了。KO 的一個成績啊。後手重拳，完全不帶設防啊！這個頭部接腿迎接，前手刺拳，再來後手迎接，前刺後直，點位打低了，把你的報價打下去，再擊打頭部，打得很聰明，把你的手一直在按照我的節奏來進行調換，漂亮，砸拳砸到頭部。但是姆巴佩這個抗擊打能力還是真的強啊！進到這麼多次的一個重擊還沒有倒下，右手後手重拳命中面門，
接腿，哇，直接带摔，又再次倒地了。要赶緊起來啊！如果不起來的話，直接被讀秒了。第2次讀秒，一場比賽的話，總共會有3次讀秒，他經過2次讀秒了，再讀秒的話就只要直接終止比賽了。還有沒有機會呢？其實感覺剛才那個摔的一下，並不是一個重擊，而是對方的體能出現下降了。再次掃腿，緩過來了。姆巴佩根本就沒有太多的反擊的一個動作呀，一直都是在被動挨打。好的，第3回合連續的擊摔，姆巴佩感觉已經是毫無反抗能力了啊！現在就差這麼一口氣兒，只要是再來一記致命一擊，我覺得姆巴佩就可以倒下了。好的，最後的幾秒鐘，來看一下，還是在停下。OK， 那麼第3回合比賽正式結束。比較可惜啊，沒有出現 KO。好，讓我們來看一下精彩回放，順便等一下裁判的最終判定結果。最後的得分情況如何？應該是不會出現什麼意外。姆巴佩這位選手在賽前的時候也是非常稱重儀式的時候也是表現非常亮眼。王卓說：“我在擂台上證明自己，這場比賽打得非常的漂亮，一次次重擊，一次次重腿，朝着對方的面門以及腹部攻擊去。”給對方2次讀秒，相當優秀的選手，讓我把吶喊聲和掌聲送給他，好不好？好的，那麼比賽結果已經出現，最後獲得比賽勝利的，毫無意外就是我們的王卓。那麼，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讓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我操！哎呦，正蹬，打倒，再次倒地。中国小伙自学腿法点穴神功，直插对手肋骨，不管对手是誰，立馬瘫軟倒地，絕對挺不過1個回合。好，各位觀眾朋友們，那鏡頭當中正在出場的這一名選手，哇吼，手持雙截棍，沒有錯，這個小伙子就是來自於我們中國河北邯鄲霍元甲的傳人霍小龍。當年他的祖先霍元甲打敗了整個天津南巡敵手被稱為荆門第一人。而觀眾朋友們，霍小龍的志向是更為遠大因為他的夢想就是打遍世界無敵手。哇，的確是非常厲害同樣來自河北邯鄲，和張偉麗是老鄉。河北邯鄲這個地方真的是很厲害出現了非常多的這個武林高手和拳擊擂台的高手。好，沒有錯，比賽第1回合已經開始，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霍小龍征戰國際擂台的第一個對手。好，仔細來看一下，藍方選手穿着黑色短袖，來自於意大利的尼古拉·馬米尼。好，那紅方選手白色拳套，黑色褲衩中方選手霍小龍。霍小龍不僅是霍元甲的傳人，而且這個小伙子還自創了這個點穴神功。那我正常點穴是用手點是用手指，而他觀眾朋友們是用腳。好，那具體怎麼點具體是怎麼個點法，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不錯了，兩個人身高臂展都差不多，年齡上的對手大他3歲。接腿，但是我還是想說，面相上可不止大3岁。哈哈，这个胡子還是有加成啊。漂亮，一個低掃，兩個人都是屬於這個移動步伐還比較快的選手沒錯，自己內心更強大了。對。那這次霍小龍呢，也是來了很多的親友團，因為霍小龍是來自我們中國河北的嘛，對，是主場作戰，然後又一個飛膝。主場作戰，所以來了很多的親友團。對，霍小龍也是想在自己的親友面前拿下一場痛快利索的勝利。那真是那畢竟是在自己家門口，並且其實還得有一個前情，就是之前在這個情況到之前，這個榮耀勇士出征了埃及那場比賽，霍小龍沒有正經打，對，沒打，就是憋了一肚子火，這樣。來看看這剩下這個是不是都能輸出在這個馬米尼的身上沒錯。好，比賽還有最後1分鐘的時間。這場比賽由於霍小龍呢是主場作戰所以說他的心態包括我們看他的狀態很好步步緊逼，壓迫式的進攻讓這個尼古拉很難受。
據說張偉麗也在台下啊，为霍小龙来助阵来了。哦，漂亮！后手的摆拳，这一拳差点把对方打出一个大跟头。好的，步步緊逼。比賽第一回合還有最後的30秒了，而且我們看霍小龍對於距離上的把控也很好。哎呦，什麼情況？對方腿很軟啊！霍小龍只是輕輕的碰了一下啊，這個家伙就立馬倒了。霍小龍在步伐移動和距離控制上確實下足了功夫。哎呦，觀眾朋友們，剛剛是一個點穴腿法，沒有錯，護齒都凸出來了，不行了，看情況應該是不行了。這場比賽，霍小龍也是在比賽最後的10秒鐘，一個點穴腿法直插肋骨。好，來看精彩回放，因為剛剛的確是沒有看清啊，應該是一個腿法啊。好，可以看到直插肋骨。這一招如果在日本的話叫3日月錯啊，在我們中國的傳統武術裡呢，就是點穴神腿。好，各位觀眾朋友們，那霍小龍的第2場比賽呢，絕對是要比眼前的這個美女還要精彩，還要好看。好，這場比賽霍小龍的對手是來自於烏茲別克斯坦的一個退役特種兵烏斯曼。這場比賽的舉辦地點在我們中國合肥啊，所以說霍小龍呢依舊是主場作戰啊。好，來看一下紅方選手白色拳套金色戰袍霍小龍，藍方選手哇，這個家伙一上來打得很兇，而且這個長胳膊長腿兒，他就是來自於烏茲別克斯坦的烏斯曼，也是霍小龍衝擊16連勝焦點之戰。對，比賽開始，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雙方選手還是比較謹慎啊，都沒有貿然的這個做出密度很大的攻擊。沒錯，兩個人都是58公斤級次重量級的選手，所以呢，體重來說都是比較輕的，非常輕巧，應該都比較靈活。霍小龍在征戰這個崛起的戰績啊，現在是8戰8勝5次 KO 對手，實力非常的強勁。那烏茲別克斯坦的烏斯曼呢，今天是首次來到崛起的擂台上。對，一個截腿摔啊。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烏斯曼比賽開始呢，整體打法跟風格上是比較大膽的啊，進攻上也是打得比較兇。但是我們看霍小龍這邊也是絲毫不手軟，不客氣啊，全力以赴也是我們待客之道。雙方都屬於一個進攻型選手。烏斯曼一出前腿的時候，霍小龍非常快的反應過來就防守反擊。漂亮直拳，這個很清晰的一個後直拳啊。這後直拳打到了烏斯曼的下巴。500多秒了。沒事，起來，走走。沒事，走走。可以堅持，烏斯曼還是在堅持。截腿。啊，其實我們的榮耀的規則啊，規則是不允許截腿啊，不允許截腿。霍小龍是否能在第一回合去 KO 烏斯曼？哇，很重的一個中掃腿啊！憋足了勁兒啊！對，這個時候漂亮高掃，打到，再次到地。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這個應該是結束了，因為我看他的坐姿啊，非常的娘啊，像個小娘們一樣坐在了地上啊，癱軟倒地。好，各位觀眾朋友們，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霍小龍走進國際擂台的第3場比賽。這場比賽對於霍小龍來講非常的重要啊，因為是他衝擊21連勝的一場比賽。好，本場比賽的舉辦地點正在泰國曼谷，他的對手呢依舊是一個來自於哈薩克斯坦的選手賽里克。好，沒有錯，比賽已經開始，來看一下紅方選手金色戰袍來自於中國的小將霍小龍，藍方選手紅色褲衩哈薩克斯坦的賽里克。這場比賽讓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看一下霍小龍能否還會繼續用他的點穴神腿啊去 KO 對手。小龍 operating out of that southpaw stance, very strong when he lets his hands go. Very light on his feet. Slides away. Nice stiff left hand, right hand rather. He's got this high output style who Sarek as well is the same. He's got beautiful leg kick. Look for the switch stances as well. Throwing that push kick out, trying to keep War on the outside. That one hurt a bit. 哦呦，結束了，觀眾朋友們，又是一腿，又是一腿。而這場比賽更快啊，僅用時不到1分鐘，我們看裁判開始讀秒了，應該是不行了。
我们看对方的表情很痛苦啊，因为这个点穴腿呢是插到了对方的肋骨上。对方要么是岔气啊，要么就是这个肋骨被踢断了啊，非常的恐怖。我的天哪！这个腿法的确是非常厉害啊，不愧是霍家传承人。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精彩回放究竟是怎么回事。可以看到还是一个腿法啊，还是他的没有错，他的左腿，打得很準啊！哇，不行了啊，对方瞬間就是很痛苦。好，再次恭喜霍小龍。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